欧盟理事会通过批准一揽子计划，包括为500亿欧元援乌资金，荷兰采购最新型榴弹炮，北约大量采购苏联标准弹药援助乌克兰。美国防长奥斯汀公开表示，若乌战败，北约必下场。英国媒体表示，俄罗斯正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真的会开始吗？俄军真敢使用战术核武器？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荷兰国防部对外宣布，为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力，已经向捷克共和国采购最新型的 DITA 榴弹炮。这是一款采用现代化设计的火炮系统，能够帮助乌军打击数十公里外的目标，是荷兰为乌克兰采购大批武器计划中的一部分。将由捷克2家军火商进行生产。为了向乌克兰提供火力支持，荷兰也是煞费苦心。此次采购的 DITA 火炮采用了现代车载控制系统，包括诊断、导航、自动火炮引导、射击元素自主计算以及弹药管理子系统。自带的自动引导系统能让火炮快速进入射击位置。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炮长只需要通过触摸屏与部分按钮，就能操作完成各种动作。DITA 火炮采用先进自动装填系统，这套自动装填系统内部可以容纳40枚弹药，1分钟可以装填6枚弹药。火炮的发射速率为每分钟5枚。无论是常规炮弹，还是高炮弹、化学炮弹以及燃烧弹等 ，DITA 都可以进行发射，能为乌军打击战场目标提供前所未有的射速。整个无人炮塔作为完全自主的上层结构，放置在8×8的地盘上，保证火炮能够克服战场的恶劣道路环境与地形。在防护力方面 ，DITA 采用了 STAN-AG4569 一级防护，能够有效防御小型弹片与轻武器弹药，避免车组人员在交战过程中遭到敌方火力打击。另外 ，DITA 还配备了与车载大功率空调与核攻击过滤系统。在主武器选择上 ，DITA 装备了一门45倍镜155毫米火炮，安装在全封闭的多面型炮塔之中。而炮塔则是被安置在底盘中部，目的是保证火炮转动的灵活性。DITA 所携带的常规炮弹最远可以打击39公里外的目标，更换为增程炮弹后，射程可以提升到50公里。由于内部采用了控制系统进行该操作，所以 DITA 火炮只需要2名车组人员，可以有效缓解乌军前线炮兵短缺的压力。在战场上，只要乌军能够确定俄军目标位置，DITA 车载控制系统就会自动调整射击方向，内部操作人员通过控制面板进行定位。若是导航系统出现问题，操作人员还能通过光学瞄准器具进行手动紧急瞄准，确保在第一时间锁定敌军位置，从而一击制胜。按照捷克官方的说法，只要被 DITA 锁定，那基本就没有逃生的机会了。当地时间2月28日，欧洲理事会通过了3项立法法案，修改欧盟2021到2027年中期预算，批准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这笔援助是在2月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上通过的，为乌克兰提供稳定长期资金援助。另外，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雷利通信后表示，欧盟还计划在3月底向乌克兰提供17万发炮弹。从数量上来说，这17万枚炮弹的援助规模真的不小，足以缓解乌军前线弹药压力，甚至还有机会组织一下反击行动。另外，北约还在市场上狂扫数十万枚122毫米炮弹来捐赠给乌克兰，这是苏联火炮的口径，仅仅德国就能为乌克兰提供12万枚。德国援助的这批炮弹是从保加利亚采购的，而在慕尼黑会议上，捷克共和国也表示已经从海外采购了110万枚弹药，包括80万枚155毫米弹药与30万枚122毫米弹药。如果能从其他盟友那里获得资金，这些弹药可以立即送往乌克兰。之所以还在采购苏联标准的弹药，是考虑到乌克兰仍在装备大量苏联火炮，包括122毫米、130毫米以及152毫米，比如D30榴弹炮与2S1康乃馨自走炮，这些都只能发射苏联标准的弹药。不过，北约还是希望乌克兰能尽快装备的火炮系统过渡到北约标准，因为轻型弹药在威力、射程以及精准度方面是要超过苏联标准的。但在火力军看来，乌克兰是否能快速完成这项工作，还是要得益于欧洲国家的援助力度。
当地时间2月2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联邦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对北约国家发出警告：俄军的核战略力量处于完全战备状态，俄军装备的武器是可以打击你们领土范围内的目标，都是因为你们威胁俄罗斯，才会让核战争的苗头越来越旺。核威胁，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就已经多次发出了，总统、外长以及俄军司令都曾对外发表这种说法。而在2月28日，英国媒体对外发表文章表示，从获取到的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可能会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这些文件是2008年至2014年之间起草的29份俄罗斯机密文件，包括演习设想和海军军官演示文稿，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操作原则，包括各种触发核战争的因素，例如俄军20%战略导弹核潜艇被摧毁等。在这些机密文件中，一份海军军官培训报告概述了潜在核打击的更广泛标准，包括敌人入侵俄罗斯领土，负责确保边境安全的部队被击败，获得敌方即将使用常规武器发动袭击等。其他潜在触发条件包括俄军损失20%的战略导弹核潜艇，30%的攻击核潜艇，3艘或更多巡洋舰，3座机场，以及主要的后备沿海指挥中心遭到同时打击等。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俄罗斯可能还将战术核武器用于广泛的目标，包括打消一些国家升级冲突的想法，阻止正在进行的侵略，防止俄罗斯作战失利和丧失领土。其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俄罗斯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在北约干涉下的战争。另外，乌克兰部分官员也认为，正是俄罗斯对外发出的核威慑，导致北约在冲突初期没有对乌克兰进行全面援助，因为北约先进武器可以扭转战局。不过，欧洲有些国家也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可能比想象中要高。首先，乌克兰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同时也没有能力发动同等规模的地面攻势。一旦对乌克兰发动战术核打击，反而会让北约直接下场参与。另外，在2月29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如果乌克兰战败，北约将不得不与俄罗斯开战，波罗的海3国将是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而且，奥斯汀也承认，目前的战场局势对乌克兰非常不利。俄罗斯最新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包括在上个月占领阿夫迪夫卡，以及本周早些时候夺取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另外3个定居点。北约援助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得乌军面对俄军进攻，只能被迫采取防守的态势。如果俄罗斯开辟第2战线，从白俄方向出动，继续进攻基辅等地，那么乌军将面临巨大压力。外界担心，如果北约不能及时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俄军可能将在今年夏季突破乌军防线。作为北约领头羊，美国明确表示，北约的目的就是全力阻止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显然，奥斯汀在会议上发出这样的声音，一是向外界传递危险信息，二是希望众议院能通过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尤其是此前通过的一项价值953亿美元的对外军援法案，其中涉及乌克兰的600亿军援援助。近期土耳其召开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会议，对土耳其现有国防工业的现状、未来目标以及重要项目进行了评估，并批准了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新型近海巡逻舰、登陆舰、猎雷舰和快速攻击艇等新型舰艇的建造计划。同时，土耳其还对外宣布，将在西班牙的帮助下开始新航母的设计工作。目前，土耳其装备了阿纳多卢号航母，这是一艘带滑跃起飞甲板的轻型航母。在21世纪初，土耳其海军仅有2艘从美国引进的特尔邦教区级坦克登陆艇。为了能在未来作战中获得优势，土耳其开始重点强化两栖作战力量，并在2009年对外发布了2万吨级多功能两栖攻击舰的招标书。后来选择以西班牙胡安·卡洛斯1世号战略投送舰为原型，设计建造新型舰艇。土耳其之所以会选择这艘军舰为原型，主要是因为滑跃式起飞甲板设计。土耳其可以为其装备 F-35B 垂直起降战机，使得海军可以发挥轻型航母制空制海的作用，而不是局限于两栖登陆。这也是土耳其首次参与设计建造航母，同时也是提升土耳其舰船建造能力的机会。一方面，土耳其可以吸取国外经验，全面吸取原始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再结合本国海军进行重新设计，比如改造飞行甲板与机库，
满足搭载12架 F-35B 战机的需求，重新规划近防炮位置，规避滑跃甲板对射界的影响，动力升级等等。另一方面，土耳其还将国产雷达电子设备与武器系统应用于新航母，推动国产舰船装备的发展。比如航母装备了2部低截获概率的雷达，以及1部阿塞尔森作战管理系统，4座 STOP 遥控武器站与3座 STAMP 遥控武器站，都是土耳其本土产业生产的。作为航母的主要战斗力，舰载机非常重要。纵观全球，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具备制造陆基战机的能力，但能制造舰载机的国家屈指可数。所以在新航母建造初期，土耳其就计划将美国采购 F-35B 作为主要舰载机，并且还成为 F-35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的第3级合作伙伴。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更是项目原定的执照生产厂家，具备组装整机和生产中心机身分段提供给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土耳其原计划采购100架 F-35A 与20架 F-35B， 但是土耳其也不知道咋想的，非要采购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这让美国不高兴了。你身为一个北约国家，却想采购假想敌的防空系统，一旦装备了，那岂不是会让俄罗斯获取到美制武器的数据？尤其是在战斗机方面，后果不堪设想。而当时土耳其正在参与 F-35战机的研制，这可是北约未来的主力战机。若是让俄罗斯获得机密数据，那这个战机项目就没必要继续了。为了消除这个隐患，美国大手一挥，让土耳其自己去玩了。自此以后，土耳其别说买 F-35，就连 F-16都买不到。对土耳其轻型航母的战斗力影响非常大，只能转向无人机航母。而阿纳多卢号航母的服役也重振了土耳其的国防工业信息。土耳其按捺不住了，打算打造出一艘吨位更大、作战能力更强的新航母。按照土耳其的说法，新航母就是阿纳多卢号的改进型，此次同样是与西班牙合作。不过，新航母也对土耳其带来了不小挑战。首先就是总体设计。目前土耳其与西班牙2国建造的最大水面舰艇就是阿纳多卢号轻型航母。在这个基础上，建造出一艘更大的舰艇，就需要在舰体布局、动力选择以及材料等方面进行重新考量。这对2国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毕竟大型水面舰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个小小的设计缺陷就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另外，在武器系统方面，想要提升新航母的态势感知能力与防御能力，土耳其就需要为其配备高性能雷达电子设备与防御武器系统。虽然近年来土耳其积极推动自主国防战略，研发了各种武器系统，但能否适配到新航母上面还是一个未知数。最后一个挑战就是船厂产能方面。借助阿纳多卢号航母的服役，土耳其也积极在国际市场上推销无人机航母。在2023年7月份，土耳其还曾表示正在与一名潜在客户进行谈判，打算建造一艘与阿纳多卢号类似的航母。若是拿下这个订单，势必将与新航母建造产生冲突。船厂是否有能力同时开建2艘航母，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若是土耳其能成功完成新航母的设计、建造工程，将使得国防工业再上一个台阶，你们觉得呢？好了，关于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各位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